你给我安排的经纪人是扑克脸。大小姐放心，这是我的经纪人资格证书。你打算让扑克脸整天跟着我？这是你外公的意思。岳特助对你比较了解，也有分寸，由他做你的经纪人，帮你接工作，我们都会比较放心。另外，公司还会专门为你配备服装师、造型师、生活助理、跟拍师。打住！如果把娱乐圈比作成一个游戏的话，你是准备给我一个40级小号换上90级大号的顶级装备？当然，你相当于消费排在全服前5的人民币玩家，顶级装备是标配。老板，你真的对我太好了，无以为报，送上香吻1枚。这位是邻居。我们邻里关系相处好，我的助理住在他家，他是过来帮我的助理送盒饭的。哦，可是他是摁密码进来的吧？啊！我不在家的时候，邻居大哥偶尔过来帮我照顾一下家里的乌龟。这是你的新老板？是，不是？新男友？邻居大哥是不是问的有点太多了？邻居就是邻居，要好好待在邻居的位置上，看清自己的身份。这种口气听在别人耳朵里，会以为你在吃醋哦。作为邻居，我只是纯好奇，没有别的意思。如果田小姐有了合适的对象，我当然是为田小姐高兴。高兴就笑2下嘛。看你这臭脸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刚用鸟粪敷了面膜。祝你们爱情甜蜜。我仿佛看到了二次元中传说中的杀气。等等，邻居先生，容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田径直的现任老板兼小舅，邱月白。我叫岳清，是田小姐外公的特助，现在兼职田小姐的经纪人。小舅，必姓邱。二位幸会，我是田小姐的邻居，我们邻里关系处得比较好，我会带她照顾花园和乌龟。我只是来送早饭的。那你们俩，我回去了。云生哥，你昨晚上怎么又跟大小姐在客厅里打架，害我收拾一早上？
谁让他往我的果汁里面倒辣椒精的？还不是因为你说自己喜欢田小姐的辣。这是事实吗？事实是，你打不过大小哥。你懂什么？约架是尊严问题，输赢不重要。薛林强。哎，真是挺有难度的。下次咱还来。我让助理找了半个月，才发现这么个好地方。下次我们可以多叫点人过来。好，Go Go Go！哎，那边好像有个山洞，新发现啊，要不咱们去看看 ？Go！来。哎，你闻到什么奇怪的味道没有？好像有点。添加剂太多，容易造成肠道功能紊乱。你是来陪我买东西的，还是来给我上养生课的？我觉得如果你开朋友圈的话，风格估计和老田差不多。父亲大人和母亲大人身体还好吗？现在是不错。以后嘛，估计要看他们什么时候知道你住在我家对面了。我会小心的。你现在可是一点都不小心，就差敲锣打鼓放鞭炮了。你需要吃点健康的。现在的人为什么要制造这么多的膨化食品呢？不要转移话题。吃醋呢，我是可以理解的。毕竟云珍比你年轻，嘴巴又甜，很讨人喜欢。很讨人喜欢？你看，你看，又来了。满脸就写着4个字：旧情难忘。你是老同志了，要学会克制。云珍比你小那么多呢，又不懂事，你要让着她嘛。这些膨化食品呢，都是我直播工作的必需品，回头我要让冯洞洞拿去公司报销的。你有那么缺钱吗？需要接这种出卖隐私的工作？你还真是个明朝老古董，这种变现的隐私根本都不算隐私，有镜头对着的那都叫做演戏。我研究了一下女明星直播的套路，发现第一要素就是吃。田小姐，你现在还在超市吗？去加拿大的机票已经订好了。旅行用品你可不可以顺便买回来呀？田小姐，田小姐，我们俩到底谁是助理啊？谢谢。你好，给你啊。我家宝宝好像很喜欢你们呢。好可爱啊！看你们这么喜欢孩子，赶紧生一个吧。你老公长这么帅，生下的宝宝肯定很可爱的。跟叔叔阿姨拜拜，拜拜。可是我没有老公丁田6年前在英国被绑架的案子，
我调看了卷宗，没有发现和这3起失踪案有什么关系。买他面膜的女明星那边呢？口风都很紧，有的承认买过，有的干脆助理背锅，而且都说用完了。大概是不想跟刑事案件有联系，影响自己的形象。小燕哥，小燕哥，有新情况。刚刚河西分局打来电话，说接到市民举报，发现2具尸体。根据医务判断，很有可能是我们要找的人。做 DNA 鉴定了吗？我已经安排人送样本过去了。尸体在哪儿发现的？一个隐蔽的山洞。走，去现场。走。小燕哥，他们已经做过现场勘查了。报案的是2个攀岩教练，口供也录过了。一旦确认是我们要找的人，资料马上转过来。确定只有2具尸体吗？照片我看过了。根据医务判断，很有可能是郑喜莲和欧阳慧，但是没有发现丁田。被害人死因呢？死者身上发现多处伤口，初步判断是失血过多。这里是第1凶案现场。我第一次遇到在这种地方杀人的。如果不是攀岩的人碰巧看到，估计很难被发现。我们要进到这里，都需要专业人士帮忙。谁有能力将2个大活人带到这里杀害？常人应该是很难做到的。或许有我们没有发现的神秘入口，或者机关。原来你不只看言情小说，还看盗墓小说。多看书总是没错的嘛。你说呢，小燕哥？小燕哥，确认了，就是他们俩。我们再搜查一遍，看有没有遗漏。好，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田静植。今天是我第1次做直播挑战。小编之前问我，你平时最喜欢吃什么呢？今天我就来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。泡面。因为平时拍戏拍到很晚，等夜戏的时候呢又没有东西吃，我最疼爱的助理弟弟洞洞就会给我准备这个，这是我最爱吃的口味。苹果，每天都会吃苹果。在国外有一句很有名的谚语，叫做 "One apple a day keep the doctor away"。薯片，这是我平时看电视剧还有研究剧本时必不可少的。这2样我3天不吃就会死。好了，就介绍到这里了。接下来大家可以向我提出问题，我会边吃边回答大家的问题的。这泡面、薯片，就是他平常吃的。邱老，大小姐平时很少吃的。我在娱乐公司旗下的女艺人中做过调查，泡面、薯片以及一些高糖分的水果，为了体重，她们都很少吃。但是这些平民化的食物能够拉近偶像和粉丝之间的距离，很有亲切感。哦，那也太寒酸了。哎，还会有直播吗？反应好的话，应该会的。给他准备最好的演戏啊！好的，邱老，你看闽菜怎么样？首席菜是佛跳墙，很滋补的。好，就佛跳墙。装什么呀？平时根本就不会吃这些高热量的呀，真虚伪呀！我老婆吃相最可爱，好好吃。老婆我爱你。老婆，看到我，看到我。宅男真是人傻气了。茶几上所有东西加起来热量大约有7000大卡，少吃点，会胖。垃圾食品我超喜欢的，因为添加剂多，味道就好。健康食品我也挺喜欢的，我不怎么挑食的。我都一手豪华游艇，20分钟后它就会妙炖去口红。口红？为什么要口红？好不容易把东西吃进去，为什么要吐出来？我好困，可以睡一会儿吗？不要睡呀！谁想看你睡觉呀？切，装睡。装可爱网友，你还欠田静植1艘豪华游艇。我也赌1艘豪华游艇。
田径值装睡超不过20分钟。WiFi 怎么断了 ？WiFi 呢 ？WiFi 怎么断了？你看看，哎呀！哎呀，你看这孩子真是越来越疯了，都睡了几个小时了，这什么鬼样子？哎呀，老婆，你看看我们家妹妹，我都想起来她小的时候的样子了，睡觉的时候还流口水呢，好可爱呀！哪儿可爱了？这睡没睡相的，切，这下可好了，丢脸丢到全国观众面前了。他本来就没什么观众缘，别说女2号了，连给女2号提鞋人家都嫌他帅呢。不是，你看那个评论，你看，评论可以造假，还有水军。啊，也对，不是太可爱了吗？你看看，你看看他的样子。进。总裁，好消息，田径值空降微博热搜，在线观看人数已经超过了500万人。现在因为上了微博热搜，人数还在持续增长。现在还在直播吗？在的。哪个平台？菠萝街。房东呢？我是不是眼花了？我的微博粉丝涨了200万。没有，田小姐，你红了，你红了！我一定是还没睡醒，我再睡一会儿。田小姐，这不是梦，你是真的红了。我昨天晚上1宿没睡，找我的朋友看了一下你的星座运势，你转运了。转运？我朋友说，你的星座运势上显示着，你天生倒霉这件事儿，生个孩子就好了。啥？你想想啊，自从怀孕了之后，你是不是运气变好了？你签了新公司，拿了一大笔的签约金，开了直播，人气还一下子暴涨。所以，我怀的不是小妖怪。是小福星？当然了，如果不是怀孕，你怎么敢吃那么多高热量的食物，而且还说睡就睡？很多网友都觉得你是在演睡觉，熬通宵看直播，就想看你能演到什么时候。哼，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一镜到底。现在还是只怀孕的初期阶段，以你和大乔哥的基因，生下来的小孩肯定超级可爱。3年之后，你就可以带着小妖怪去上《妈妈去哪儿》了。妈妈去哪儿？冯助理啊，你知道我们去加拿大是干什么的吗？帮我煮杯奶茶好吗？好。
脸色那么差，是工作太累了吗？就吃东西、睡睡觉，哪有什么累的呀？我只是心情不太好。后天我就要去加拿大了。虽然早就做了决定，但真的快来的时候，还是会沮丧。别人怀孕了，都欢欢喜喜翘首以盼，而我却要亲手结束掉这一切。这种感觉真的一点都不好。对不起啊。又不是你的错。小管，你想过有自己的小孩吗？男孩还是女孩？龙凤胎。你笑什么？龙凤胎挺好的，前面抱一个，后面背一个，像块三明治。你呢？男孩还是女孩？我也龙凤胎吧。也许早点结束是对的，趁我还没有感受到它之前，否则我真的怕自己会变卦。放心，加拿大那边的医院我都已经确认过了，技术和环境都很好。我会无处不在的保护你。喂。小英哥去对面了。小燕去找薛妖怪，多半又是有关案子的事。云珍呢？放心，我已经打电话给云珍哥了，让他别回来。麻烦事已经够多，千万不能让小燕知道对面还住着另一个妖怪。明白。我想你找错人了。我并没有怀疑你，我只想问问看，你是否认识其他基因突变人？不认识。你之前愿意放掉洪世光，是断定他已经病入膏肓，会在痛苦中死去。但你回来之后却找人调查了他，所以我猜，你大概是发现其他同类的存在，觉得洪世光还有重新恢复健康、继续作恶的可能。你猜错了。你们在山洞里面发现2具尸体的事，认为普通人很难做到，但是攀岩教练做到了。你们在别人的帮助下也做到了，还有挖掘机也可以做到，消防云梯也可以做到。你却偏偏来找我，因为你知道我的能力，所以思维上先入为主了。我知道这很唐突，但哪怕只有一线希望，我也想尽快找到凶手。接连失踪的有3位女性，但在山洞里只发现2具尸体，这
这么说，另外一位还有活着的希望。他叫丁田，才26岁，他可能还有很长的人生。求求你饶了我，我再也不敢了！求求你！对不起，我帮不了你。那我不打扰了。不管凶手是普通人，或是基因突变人，又或者是消失的红时光，我都会尽全力抓到他的。还有一件事，我看了小池的直播回放，他的嗜睡症好像并没有什么改善。你之前说过，遇到麻烦解决就可以了，希望你能尽全力做到。我搜到网友的爆料了，警察在山洞发现了2具尸体，李延之来找薛灵桥应该就是为了这件事。好，我等你通知。干嘛？我来追你啊！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下次再追行不行啊？快回去吧。干嘛？哎，喂！喂！马步，转而又闪的相遇。马步，不可思议的爱情，水天苦辣，酸甜快乐情绪，像恋爱练习题，不小心爱上你，继续。你不要动不动就逼懂我，想逼我爱上你啊！我有没有警告过你，不要打田径直的主意？你这人怎么跟狗一样，自己不知爱护时？他要跟谁在一起是他的自由，你属大马路的呀，管得这么宽。跟你在一起的话，那就自由过头了。喂，我可是公众人物，你们俩是想进警察局，还是想跟我闹绯闻啊？老婆，我想跟你传绯闻。我再听到这个称呼，拔掉你的舌头。来呀，舌吻啊！不许调戏他！你干嘛打我？你还喜欢他？我为什么要喜欢他？快死心吧你！现在，立刻，正式的拒绝他。我为什么要拒绝他？你不可以和云珍在一起，他跟你不合适。我说邻居大哥，你讲讲道理哦，哪有人插手前女友交友的？我，大家都是邻居。闭嘴！转而又闪的相遇。你跟着我干什么？你来找我干什么？谁说我来找你啊？我来看馆长不行啊？行。你现在比以前知名度高很多，也容易被认出来，所以出门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对我说好话也没用，你已经霸道的让我忍无可忍了。我看你刚才也很享受，你喜欢他准备的气球和花瓣雨。当然啊，大哥，女孩子都喜欢的嘛，音乐啊，流星啊，烟花啊，
气球啊，名牌包包啊，买啊！女生会因为这些就喜欢别人吗？也许会被感动。那你就想办法克服。云珍坚决不可以。第一，我不会喜欢一个有后宫佳丽3000的妖怪。第二，我喜欢谁都跟你没关系。当然有关系。我跟你分手，我建议你终止妊娠，都是希望你和普通人一样平安地度过这一生。如果云珍可以的话，我为什么要退出？我所做的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？你还真是个榆木脑袋，自以为是地做出决定，自我牺牲后又来索取意义。你有问过这些是我想要的吗？如果不是的话，你凭什么要求我来给你意义？如果我说我想留下这个孩子，要是这个孩子真的生下来了，你难道不会开心吗？老同志啊，该克制的时候克制，不该克制的时候也别那么虚伪。田景之，你真的想留下这个孩子吗？我真的可以再谈心一次吗？你应该不会往苹果里面塞绣花针吧？明天我就带冯弄弄这个电灯泡出国了，你可以好好清静几天了。这世上的事啊，真是讽刺。S 组织想要小妖怪，却求而不得；田径直怀上小妖怪，却要终止。不知道他以后还能不能为我生一个。飘姐，要不要带几件毛衣啊？听说加拿大冷得很早。不用。原本打算一个箱子带衣服，一个箱子带吃的，现在看起来还是不够用。我们2个人啊，大概需要4个箱子才行啊。我们去几天就回来了。你带那么多东西，是打算在那里过冬啊？也对，那就少带点衣服，多带点吃的。也不知道别人怀孕是个什么样，除了吃吃睡睡。我怎么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呢？除了吃吃睡睡，还有什么感觉啊？说不上来，就是那种有个小胎儿在你肚子里活着的那种感觉。不懂。你除了吃还懂什么？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这2天活儿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让你看个剧本，一共就60场戏，都看了3天了，才翻了前2页。这能怪我吗？还不是我肚子里的小妖怪在做工。
件事一直很好奇，你每天喝那么多果汁，会不会脑子里都水啊？田小姐，你怎么了？你哪儿不舒服吗？你到底怎么了？田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有些事已经不可能从熟悉到陌生，只不过是一种过程。眼角微湿的泪痕，表情藏不住心疼，寂寞冰吞，下手毫无分寸。一个人，静的只剩下心跳声，那稀薄的温存，就别再过问。有件事情要宣布，我田径直决定顺应天意，生下这只小妖怪。不是小福星。所以云珍，国外行程取消。哦。冯洞洞，行李怎么收拾的怎么放回去。你的境外游也取消了。哦。还有你，邻居大哥，你的担忧我都考虑过了。嗜睡的话就睡好了，缺乏营养没问题，我可以打营养针。谁知道我的孕期到底有多长呢？说不定10年8年。但是我已经决定好了要做单亲妈妈，这跟你没关系，请千万不要自作多情，盲目负责。所以我说什么你都不会听的。好吧，既然你做了决定，我只能想办法。还有人有其他提议吗？好，没有，散会。要完，要完，要完！那他准备把我们俩的婚礼推迟到什么时候？婚礼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可以帮你准备葬礼。我们谈谈。这次又是什么呀？不准和云珍交往，还是没有你的允许不准生老薛家的孩子？你是皇帝吗？还想给我指婚呀？你怀着孕，为了孩子好，不要总像个火药桶一样。反正你又不想要这个孩子，你还关心他干嘛？我不是不想要他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平安。我当然会平安，
生个孩子而已，我以后还是要生的。这是长子，以后和别人结婚，我还要再生2个。好，我会拼尽全力让你平安生下你的长子。你不是来阻止我的。这世界上有一个女孩，她只会往南走，也只会走直线，遇到什么就撞什么，撞得头破血流，也撞出了一身铜皮铁骨。这个女孩听起来很棒呀。我也觉得很棒。要不要一起看小婴儿的纪录片？好啊。房东大哥，房东大哥，大事件！叶美孝找到你了？不是，我收到蝙蝠的邮件 ，S 组织的 Lion 想正式约见你。Lion 是谁？是他们的头啊！我就知道你那么高调，肯定会被他们盯上的。不过奇怪，按照程序，要确定接收他们的招募后，Lion 才会正式约见。该不会有什么阴谋吧？地点呢？网球俱乐部。你好，请问是薛先生吗？对，我找人。啊，这边请。好。Lion。邱先生，意外吗？我之前知道的时候，比你还要吃惊。我们跟邱家人真是有缘啊！我遇到了邱老，你遇到了小池，谁知道苦苦追寻的同类，竟是我外甥女的男朋友。是前男友。好，前男友。你的身份，邱家有人知道吗？只有小池的外公知道。你懂的，将真实的身份透露给人类，需要一点运气。运气好，收获亲人爱人；运气不好，那就是祸端。那你对小池的外公呢？救命之恩，如同再造父母，他永远都是我的父亲。你一定有很多事儿想知道，我也是。这样，我们来比赛，谁赢一个球，就可以问对方一个问题。同意。那就按照我们超级人类自己的方式来比，绝对安全。
失误了。你问，你为什么要创造 S 组织？每次招募新成员时，我都要讲一次这个故事。可这个故事，真的是我600多年的生命里最不想提起的一件事儿。1983年，我作为志愿者进入雪山实验基地，在那里度过了生命里最漫长的3年。49年解放后，我走南北做粮食生意。1960年大饥荒，我结识了孙玉，他倾尽所有给自己医学院的学生买米吃，我们成为彼此欣赏的朋友。因为他，我才决定献身于人类基因密码的破解实验。虽然那个过程并不美好。把实验室里的温度降低到-40°，要快！是。加大风量，最大风量。这里是雪山，他出来就会失去力量的。我们快走啊！再等等，赵秋，来不及了呀！快通知其他人，没事了。好事。月白。你现在觉得身体怎么样？零下30度以下，药方没不起作用，没法愈合。辛苦你了，你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老孙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问。我是志愿者，5年时间。就算无法破解我长生的秘密，也放我自由，这话还算不算数？你为什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问题？我知道，他们私下里都叫我怪物。从今往后，他们就更怕我了。你是怪物吗？我是人。对，你是人，可你是特别的人。你能自愈，行动速度快，力大无穷，借力可以跳10几米高，而我们都是普通人。普通人在绝对的权力和力量面前都会恐惧。冷气都出来了，我去把它关了，这样你好舒服一点。你是有大爱的人，如果换做我，我没办法做出这样的牺牲。什么大爱？不过是愚蠢。教授，大地电梯的雪崩，还有10分钟，这里就要被埋了，快跑吧！你带上东西，快走，我随后就来。让你走你就走。孙教授，你把冷气关掉，我一会儿就好。你们要扔下我。对不起，李月白，我们
不能带你走。我是志愿者，我为人类医学做出了牺牲和贡献。我在这儿3年了，236次试验。何况我们还是朋友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我也不想这么对你，可是我不能带你离开这里，离开雪山，回到城市里。没有这么严酷的低温条件，我们人类将毫无还手之力。我都做到这个程度了，为什么还不相信我？你的生命是永恒的，可是人的想法是随时都会变的。你就是一颗定时炸弹，谁也不能保证在什么时候被什么人拉响，即使你自己也不能。李月白，就当这是你最后在为人类做一次牺牲。我年轻时候啊，闹饥荒，没得吃的。哎呀，如果谁家有好吃的，都得背着人吃。嘿嘿，现在好嘛，都忙着减肥，喜欢看着别人吃，就希望肉啊长在别人的身上。对啊，尤其是漂亮女明星吃东西，看着赏心悦目，之后长肥了还可以组团嘲笑。外公，您寿辰的时候想请些什么人啊？还请什么？光是家里的人就做好几桌了。那我家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来啊。哎，要不你带个男朋友来？男朋友没有，我给您揣一个重外孙来，好不好呀？那行啊，你有本事就给我揣一个出来。外公，如果我真的跟我妈一样未婚先孕，您会不会跟我断绝关系啊？你孩子，你外公啊，就你一个宝贝疙瘩。你外婆去世之前呢，把你的嫁妆都准备好了。哎，你要是真的怀了孕，赶紧办婚礼。哦，对，我们到城堡去办婚礼。你的婚纱必须是……停！别再发散了，再发散下去，孩子去哪个学校，该上什么小学都想好了。您要是真不在意这个，就赶紧跟我妈和好。您的宝贝疙瘩在你们俩之间左右为难，都快愁成咸菜疙瘩了。我看你妈也没惦记我，电话都没来一个。您不是一听着我妈的声音就挂电话吗？我说老头，如果我妈真不理你了，你可别后悔，趁早找个台阶赶紧下了吧。邱老，既然大小姐不去加拿大学习了，我想和你沟通一下后面的工作。根据你现在的直播情况，大家都叫你素颜美女达人。我们根据产品理念、产品调性、目标受众的角度，推荐你代言达人面膜。不错嘛，达人面膜，探索全球新奇材料，看上去挺厉害的嘛。那面膜代言的事情我去推进一下。另外我要和你沟通一下，下期直播你需要吃的食物种类。食物种类？对，上次直播以后，你吃的芝士蛋糕和炸鸡翅的那2家门店已经被网友扒出来了，而且营业额暴涨。那家炸鸡翅店已经准备开分店了，所以很多食品公司和餐饮店都要请你做代言和广告。我为你筛选了几家，这就是你下次直播需要吃的几样东西。这款薯片一直请当红艺人代言，口味很多，大小姐一直吃番茄口味。不健康啊。
不错，留着。这家茶餐厅是邱老朋友开的连锁餐厅，他的点心和奶茶都是招牌，也是大小姐经常找助理去买的。也挺好的。还有这款酸奶，是专门为女性而研制，它具有改善肠道功能，还能瘦身。还有这款，哎，打住，都挺好的。你挑的都是我喜欢吃的。是啊，小月办事就是妥当。谢谢邱老的夸奖。身为大小姐的兼职经纪人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另外，我会跟直播平台重新谈一下分成的问题。然后下周大小姐还有2个广告需要拍，如果没有别的事情，我先去忙。扑克脸这么厉害，该不会也是妖怪吧？你说什么？我记得扑克脸家不是本地的吧？他家在哪儿？家里有几口人啊？你以后在他面前呢，不要提这个。小月是孤儿。哦，你哦什么？我小就是孤儿，扑克脸也是孤儿。您不觉得我们认识的孤儿太多了吗？不管我们承不承认，我们都是进化后产生了生殖隔离的完美性物种。孙玉说的没错，普通人在面对绝对的权力和力量面前都会恐惧，但在面对庞大的60亿普通人数量上，我们完全处于劣势，是异类和怪物，只能像现在这样躲躲藏藏的生活。我创立 S 组织，就是想集结同类，终有一天争取到自己的权利，光明正大的生活在人类社会中。我可不会再失误了，继续。组织成员一般要履行什么义务？我们的组织成员遍布世界各地的各个领域，有些身居要职，有些是隐秘富豪，也有过着平凡短暂生活的人。除了专门为寻找同类和保护族群而奔走的成员外，大家只要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正常的生活，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就可以了。只要是超级人类，都会招募进组织吗？前世，现在要考核。考核内容会有专门的成员负责调查评测基因突变的进化方式、能力和品性3方面。没有被招募，不愿意加入组织的超级人类，会被组织监视吗？不是监视，是监督。如果发现危害到组织或者族群的行为，会先予以警告。如果警告无效呢？制裁。